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要来拆解一下这个沐浴龙头的分水装置，然后分享并解决一些漏水的方案。各位朋友，大家好，这个是一个沐浴的水龙头。那一般我们这个里面这一个孔呢，就是接这个莲蓬头的管子，然后外面这个呢就是往下出水。所谓的分水装置呢，就是这一根拉杆，然后它是用来切换这个沐浴龙头跟这个往下出水的这个装置。那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往下压的时候，应该是水要从这边出来，可是有时候我们已经压到底了那可是这个沐浴龙头呢，它还是会滴水，还是会出水，或者是我们往上拉的时候，应该所有的水都应该通到莲蓬头，可是为什么往上拉到底了，这边水还是滴滴兜兜的一直在滴，或者是一直在流？那这都是跟这个分水装置有关系，或者你的水龙头呢，发现这个杆子这个下方这个地方呢会冒水出来，这也是跟分水装置有关。那我们今天呢就会来拆解一下这个分水装置给各位看，然后再来提供一些解决方案。那分水装置呢会有很多种设计，那我今天拆解这个是其中的一种，并不是每一种的设计都是一模一样，但是最近就是目前比较通用的款式就是我这一种，那我也拆解过其他款式，比较老款的，它设计真的是不太一样，到时候会再来跟各位分享。那首先呢，我们要拆解这个分水装置，我们就要拆卸下面先拆这个莲蓬头的管子。我们可以用活动扳手，把这个管子这边松开，把这个管子先卸下来。卸下来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两个头，一个是前面这个靠近我的是往下出水，这个里面这个莲蓬头管子。我们现在呢要先把这个莲蓬头管子的这一颗头呢给卸下来。那卸下来的话，我们会需要用到像这一种的扳手，就是有带牙齿的，因为它这个并没有设计可以使用六角扳手来开启。所以我们必须要使用这个有牙齿的，那咬的时候就小心一点，不要在上面滑动，免得把这个螺纹给咬坏。我们就咬住，然后旋转。这个的装入方式是从下往上装，那你就要想象你是从下往上，把这一颗东西锁进去。那我们拆卸的话，就是要这样子反着转。转松之后呢，我们可以用手把这一颗东西转下来，就是连接莲蓬头管子的这一颗头。它拆下来是这样子一颗头。它这上面有一个止水的橡皮。下面的头拆下来之后呢，我们要拆卸上面这个拉杆的这个圆的把手。我们需要用到一字起子，那主要要看你的设计是什么，一般的都是使用一字的。从这下面往上看的话，你可以看到有一个一字的痕迹，我们就要用这个一字把手固定住，它中间是一根杆子，杆子那有点像螺丝这样子的杆子，下面固定之后呢，我们可以旋转上面的这个把手的盖子，好像盖子就会取出来。那这边再提一下，我们有的时候这个莲蓬头这个盖子觉得怎么松松的？因为这一种它的设计就是往下压跟往上拉，并不需要这左右旋转，它只是下压跟上拉而已。那你发现说那个盖子怎么掉下来了？如果你发现你的盖子怎么转一转掉下来了，那你就要下面这边固定之后，上面稍微施点压力，用力把它转紧，那这样子的话，这个盖子呢它就不会掉下来。
好，主要可能是你用一用它松开了，好，所以盖子掉下来。好，我说的盖子就是指上面这个把手。那各位要注意一下，它这个把手有的会用，像我这个是金属的，那有的会用塑胶的。那塑胶的话，你就不能转得太紧，以免它这个里面那个塑胶破裂。盖子拿下来之后呢，中间这根杆子呢，我们就可以往下压，从上往下压，然后它就会取出来，就像这样子一根杆子。一根杆子这边呢是长得像螺丝一样，刚刚所说的一字头呢，就是这个部分，我们就会用一字起子固定。那不然你在上面旋转的时候，它这一根整根螺丝会旋转，你的头转不下来，你就必须要固定在这里。这个橡皮主要就是就是在控制那个上下分水的，就是分水这个洞或这个洞分水的止水橡皮，最主要是这一个。分水装置的最后一个零件呢，就是上面这一个头。其实一般你在维修的时候，这个头是不太需要拆下来的，除非说你的水会从这一颗头的这一圈边缘冒出来的时候，你才需要拆卸这一颗头。如果你要拆卸这一颗头的话呢，一样，它这边有一个可以让扳手夹住的这个平口的设计，那你这边夹住之后呢，这个一样，它是这样子锁下去的，所以这样子转是锁下去，那你就要反转，把它转上来，这样子反转，转松之后，应该就可以用手来做旋转，有点紧，因为它这上面也是有一个止水的橡皮。好，这颗头拆下来呢，就是长这个样子。这下面有螺纹锁在这个上面，然后这边有一个止水橡皮。如果我刚刚说你的水会从这个洞口这边往上冒出来的话，就是这个止水橡皮坏掉。当你的只是分水有问题，比如说我最常见的状况就是这个拉杆拉起来之后呢，那这个水还是会从这个前面这边这样滴滴兜兜的一直滴出来。那这种情况呢，一般就是这个刚刚有提过，这根拉杆的橡皮这边有问题。那如果这个拉杆的橡皮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可以买这个一整根的拉杆，它可能会有附带这一颗橡皮跟这个上面有一个橡皮圈那你在买拉杆的时候呢，你一定要量测这个拉杆的长度，因为我看过几款这个拉杆的长度都会不太一样，它主要是跟这个水龙头这个口呢，它的厚度有关，因为它的厚度假如薄一点的话，它上下的行程就会比较短，它这根杆子就会短一点那如果有的它会比较厚一点呢，那它可能上下行程就会长一点那这杆子有可能就会长一点，所以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量好这根杆子的长度，你要买正确的长度，要不然它买回来是会有问题，没办法使用。那这根杆子最好就是买一模一样长的。那如果没有一模一样长，你可以买稍微长一点，比如说长5 mm 的那你不能买比较短的短的不适用。你买不到一模一样，你只能买比较长这边提醒一下，大概了解一下它这个东西的作用它就是这根杆子。它这头是在这下面嘛，对不对？假设我们是这样，那这根杆子往下压的时候，往上压的时候，这个橡皮就会往下顶到这个头的边缘，然后就把往莲蓬头的水给止住。那水被止住之后，它就会往前流，从前面这个口出来。那如果你往上拉的时候，它水就会把往上的那一个。往前面流的水给止住，让它往下面流，它的设计就是这样
好，所以里面最主要的关键就是这一颗，这一根杆子跟这个杆子上面的这个橡皮。另外的话呢，它原厂出来安装的时候，应该上面都会有抹一些那个橡皮专用的润滑剂。那如果你刚买来的时候拉起来，滑滑顺顺的，但是你拉到后来觉得涩涩的或卡卡的，那就是润滑剂没有，你可以拆开来，在这上面抹一些这个橡皮专用水龙头橡皮专用的这个润滑剂，那你之后拉起来就会比较顺畅。那另外一种漏水方式呢，就是我提过，它这个口呢，它这上面有一圈这个橡皮圈那如果说这个水呢会从这个莲蓬头的这个洞的这个边缘冒出来的话，就是这个橡皮圈老化不行了。那你如果再拆卸，你有润滑油的话，这个橡皮圈这边也要抹一些润滑油再装进去，因为我们旋转的时候，那个金属可能会把这个橡皮圈给咬坏，特别是你这个已经用了几年，有一定年头之后，这些橡皮都会比较老化。比较老化的话，装回去之前先抹一些润滑油，再装回去。那装回去的方式就很简单，这个上面这个我刚刚是说，如果上面没冒水，你上面这颗就不要拆了，装回去，然后用六角扳手呢，要把它加压缩紧，如果这个部分因为有橡皮圈，也是说你锁到一定程度就可以了，不要死命的硬绞，死命硬绞，橡皮圈可能又会烂掉。好，那它到时候我们检查看这个周围会不会冒水出来，如果不会就 OK。然后再来就是把这一根联动杆子给装上去，从下面往上塞，那一样。我们装上去之后，我们现在用一个一致的螺丝起子固定住那个螺丝，然后上面就把这一颗把手给锁上去，稍微加压一下就好了，这样它有紧就可以了。最后我们再装上这个连接莲蓬头管子的这一颗4分头，它是由下往上锁的，所以各位朋友要搞对方向。锁到锁不动之后呢，我们一样要用这个有牙的这个活动，这种水管钳，然后把它转紧。这个部分因为上面也是有橡皮圈，所以我们只要加压到一定程度，它不会漏水就行了。好，那这样就装回去了。就是它这个设计呢，没有很复杂。我们就来测试一下，看我们有没有都装好，然后会不会漏水。好，这样我们现在开水之后，它是现在往下压是从前面出水嘛，然后我们就检查没有水从这边漏出来，往上拉之后，它会从这边出水，从莲蓬头出水。那我们要检查它这个前面这个口它有没有出水，如果没有出水的话，就表示说你的那个分水橡皮没问题。最后，我们再把莲蓬头管子给装上去，这个一样是由下往上锁的。先用手转紧，转紧到差不多手转不动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再用钳子加压一下。最后，我们再来做一下测试，看看有没有漏水的部分。往前面出水的话呢，这个莲蓬头是不应该会出水的，这样应该是没有问题。拉起来的话，莲蓬头出水，那这个口地方不应该出水，还有这个顶上不应该冒水，还有这个莲蓬头管子周围都可以检查一下。这个影片我们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那喜欢我的影片，帮我按个赞，然后分享出去哦，拜拜。